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关注一项长文本训练的突破成果。这项研究由中科大和上海 AI 实验室等完成，其核心技术名为 ACC， 即智能体上下文编译。它实现了零人工标注的长文本推理训练。它让 30B 模型成功媲美了 235B 巨兽。该技术打破了成本瓶颈，开辟了长程推理新路径。传统长文本训练极度依赖昂贵的人工标注，而且因缺乏逻辑关联难以实现规模化。ACC 则直接回收智能体工作时的思考轨迹，从而零成本构建出高质量的长文本训练集。这让 30B 模型的 MRCR 指标暴涨 18.1， 不仅跨级追平了8倍体量的巨兽，而且其通用能力毫无损耗。攻克上述痛点需要剖析两大核心困境。首先是极其昂贵的人工编撰，它高度依赖人工高精度标注与筛选，这使得成本高昂，难以规模化扩展。其次是粗暴的启发式文本拼接，这种方式将多个无关短文档强行组装，它缺乏解决真实问题时的逻辑依赖性，这也导致模型根本无法学到深层推理。智能体的运行轨迹就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钥匙。在解决复杂问题时，智能体会产生多轮交互数据，这涵盖了用户查询、工具调用和环境反馈，解答问题所需的全部线索已完美散布在这些多轮调用中。它们具有天然的逻辑连贯性，因而成为了极高质量的长文本训练员。然而，现有的微调方案存在致命缺陷。标准的智能体微调习惯于掩码掉工具响应，并且仅仅监督模型如何选择下一个工具。这种做法导致了严重的监督盲区，真正指向最终答案的证据被无情丢弃。结果就是梯度信号在多轮传递中发生断裂，模型因此根本无法学会如何整合长程线索。ACC 带来了全新的破局方案，它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掩码机制。初始问题、各轮工具响应和环境观察被直接编译成单一的显示长文本，其核心在于训练模型免工具直接作答，这在散落证据和答案间建立了直达的高速路。这一机制的核心是一套标准的4步走架构。第一步是轨迹提取，收集、搜索工程和数据库智能体的成功轨迹。第二步是线索组装，精准提取出零散的代码文件、网页或数据表。第三步进行上下文编译，将所有线索和原问题拼接为单一的长文本。最后一步则是端到端训练，让模型学会在长上下文中直接做全局推理。启动这一流程的是其3大核心数据引擎。首先是网页搜索引擎，它输入网页全文本，执行复杂开放域问答，旨在训练模型的多跳语义关联能力。其次是软件工程引擎，输入跨文件代码库，用于定位和修复 bug， 这强化了模型对跨文件依赖的理解。最后是数据库引擎，它输入关系型数据表，进行结构化数据分析，专门训练原生多跳关系图谱的便利能力。来看搜索智能体的具体编译过程。原始轨迹包含多轮搜索，到第4轮才给出答案。编译后，多轮交互被整合成结构化的长文本，其中包含原始问题、多篇文档和最终答案。这能强迫模型跨越遥远的语义线索，让其得以跳过逐步搜索的中间动作，最终直接在脑内完成多跳阅读理解。接下来看软件工程智能体的轨迹编译。原始轨迹包含多轮修改，在第5轮测试通过。编译结果合并了多个相关文件的代码上下文，并直接在末尾输出最终的 patch 修复代码。这要求大模型必须学会理解全局逻辑以及复杂的跨文件依赖，才能在末尾精准输出 patch 修复代码。最后，我们看数据库智能体的轨迹编译。其原始轨迹包含带有递归和连接的复杂 SQL， 编译结果将其转化为包含关系表格的上下文，这能将模型直接转化为 SQL 执行引擎，让它直接在原生上下文中进行多跳关系推理。ACC 并非简单拼接事实，在编译时，它会故意打乱上下文顺序，并且在其中注入干扰项，这能打破大模型的死记硬背，防止其单纯依赖位置顺序作答，从而显著提升模型的降噪能力，强迫它在海量数据中进行精准语义定位。来看该研究的训练规模与数据构成。基座模型采用 QN3 30B 思考版，整个训练集包含10802条高质量轨迹，其中 Search 占3000多条， SWE 为4000多条， eSQL 也有3000多条。数据上下文长度跨度极宽，
从 2K 延伸到极限的 128K token， 分布峰值集中在 10K 和 110K 附近。模型在长程推理上交出了极其惊艳的战绩。在多轮共值解析 MRCR 测试中，模型的得分由 50.19 暴涨到 68.28， 净提升幅度高达 18.1 个点。在图谱便利 GraphWalks 测试上，其得分也从 69.92 提升至 77.51， 充分证明了其优异的长程推理能力。这一切无需复杂的强化学习流程，仅通过简单的监督微调即可达成。这一提升更实现了跨越模型量级的逆袭，仅有 30B 激活参数的模型，在长文本推理能力上成功追平了 235B 参数的庞大巨兽。这两个模型之间存在着8倍的体量差距。这一惊人的跨级战绩证明了无需庞大的计算资源，即可通过 ACC 训练解锁顶级推理边界，极大降低了实际应用成本。极致性能的背后是精准的数据配比。消融实验揭示了必须混合编译的原因。如果仅训练网页搜索或软件工程轨迹，虽能提升阅读理解，但图谱便利表现会倒退，而单独训练 SQL 数据库轨迹，则会因为缺乏自然语言叙事深度而受限。只有采用全混合的 FULLACC 方案，才能实现 MRCR 上升 15%， 且在 GraphWalks 指标上大幅飙升 75%。这证明3大轨迹在能力上实现了完美互补。很多人担心长文本训练会导致通用能力退化，事实上，其通用能力毫无退化，甚至略有提升。从雷达图的具体指标来看，高难度数学 AIME 提升了 3.33， 专家级问答 GPQA 增长了 2.49， 多学科综合 MMLU Pro 也有 1.50 的进账，仅指令遵循指标微降了 0.55。这证明长文本增强与通用能力可以完美兼得。有人可能会质疑这些成绩是否源于数据泄露，为此研究者进行了严苛的数据纯洁性测试。他们将训练集与测试集进行投影分析，散点图显示两类数据在空间中完全分离，区分两者的分类器 AUC 高达 0.9986， 这彻底排除了刷榜嫌疑，证明模型并非死记硬背，而是真正掌握了长程推理的底层机理。那么，模型在物理层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注意力热图揭示了其重构注意力分布的能力。在执行 GraphWalks 图谱便利任务时，模型展现出独特的双峰关注机制，也就是将注意力同时集中在极近与极远节点，具体分布在0到50和250到300区间。而在执行 MRCR 任务时，模型则转化为极端的局部聚焦，注意力精准集中在0到50的极近区域。这种机制实现了任务自适应的注意力分配。此外 ，ME 架构内部也发生了深度特化。热图表明 ，ACC 触发了专家网络分化。在执行 GraphWalks 任务时，激活点在不同专家和 token 组间较为分散，他们通力协作，以处理复杂的远距离节点跳跃。而在执行 MRCR 任务时，激活高度集中于顶部的少数几个核心专家，明显的深红色证明其正专注文本扫描，这在内部揭示了不同任务的自适应处理机制。这一研究的贡献可以总结为3大核心维度。第一是方法创新，它首次将废弃的智能题轨迹转化为训练金矿。第二是极限性能， 30B 模型在测试中跨级追平了 235B 巨兽。第三是内部可解释性，物理层面上证实了性能暴涨的底层机制及注意力重构与专家的定向特化。展望未来 ，ACC 仅仅是一个崭新的起点。研究团队计划将其扩展到100万级别超长上下文，并且引入多模态智能体和系统级操作轨迹。这项成果促使我们重新审视 AI 的废弃日志，因为对于一个不断进化的大模型而言，最好的老师或许就是自己过去的思考轨迹。我们可以持续关注其在超长文本的进展。